来一下，刚才那个林先生有一个问题啊，也需要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是很多人现在练拳的一个障碍。我曾经跟老学生讲过很多次哦，我们练拳，我们要根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根据的是自己的经验。就我们自己练习，我今天练，明天练，慢慢建立起来一些我自己的体认，我自己的进步，我自己的根基，这个是我们的一。我们建立起来我们自己的一，然后我们自己的二会从这个一，以一为根基，会产生我们自己的二，然后三，然后四，这是我们自己的，一定要用这个方式。但是现在的人看的书太多，资讯太多，大部分人看了太多别人的经验、别人的体会，然后呢，你知道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，你把它拿到前面建立根基的时候，来想、来探讨、来问，这些都是阻碍我们进步的。我说这边有很多树，你们看这里所有的树，没有2棵是一样的。可是它们是根据什么长成这个样子？请问你，它们是根据什么长成它现在的样子？为什么这棵树为什么不学你旁边那棵呢？站得比较正呢？你为什么要那么歪？你看这所有的树啊，为什么你不学有一棵如果我们选出来一棵最漂亮的，你其他的树为什么不学那棵最漂亮的那样长？为什么？它是根据什么长的？它根据自己的条件长的，它自己的根，它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平坦的是平地还是斜坡？它那边的风大一点还是小一点？那边的阳光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？它那边的水分多一点？它是根据它自己的条件长起来的。当它长起来了，它就是一棵树。听不懂？你不能说这棵树漂亮，所以它才是树，其他的都不是树。那没有一棵树能够学其他的树去长的。我们练拳的，现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这样子，晓得吗？我们知识太多了，看别人的写的东西啊，看一些前辈的经验啊，看这个看那个太多了，晓得吗？逝去的武林写形意拳怎么练或者怎么练应该这样子，然后又看孙禄堂写这个应该怎么练那个应该怎么练，看太极拳的杨家写应该怎么样，陈家写应该怎么样，又是10要又是9要又是什么一大堆啊，一大堆。那些都长出别人的树啊，那都是其他的树啊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。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关注的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我自己长成我自己的根是什么？我自己长成什么根？晓得吗？别人的东西是我们长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去看看，当做参考。他讲这个所以这个东西表示什么？表示我做的没有错，表示我的虽然长出来的形状不一样，可是那个元素、那个方向是一样的。听不懂？
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看很多书啊，看到后来啊，都不看了，都不看了，都没有用。对我们真正要练的人，那些东西都没用。对于一个你要嘴巴说武术的人是有用的，因为你的资料很多。你可以谈的东西很多，你可以嘴炮的东西很多，可是对于一个真正练的人来讲，你知道你自己就够了。知道别人这样子，别人那样子有什么用？像他刚才问的，南派的练那样子，为什么那样练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自己练武有什么事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别人的经验，他是哪一个阶段的经验嘛？你不晓得嘛？你不晓得他写这个书、写这个经验的时候，他是什么程度嘛？你不知道嘛？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嘛？不知道他的身高，不知道他的体重，不知道他的成长环境，你不知道他的师傅是怎么训练他的，你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练的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听不懂？我们看书唯一像我看那个清代侍卫那个，他讲崔玉贵是太监里面的领头的，他就教太监们练八卦，然后有时候引符来指导。崔玉贵是引符的徒弟，他说他们就练什么？就练走圈跟炮锤。那个单扑营那个侍卫常看到的就是他们练走圈跟炮锤。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，哎，对呀，那就我们这一支传下来的东西，这两个东西是什么？是最基础的东西。这就给我们佐证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对我们练拳有任何帮助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告诉你怎么练啊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学任何东西，尤其是武术这个东西，或者任何跟身心有关的东西。我看网络上教萨克斯风吹嘴啊，那个嘴型的教学影片啊，看了一大堆，各有各的方法，各有各的说法。你说谁对谁错？人家看起来很奇怪的嘴型，他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啊，很漂亮啊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每个人的嘴巴结构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牙齿排列方式不一样。每个人的脸型，下颚长的、下颚短的、下颚宽的、下颚窄的都不一样嘛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走的弯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一开始走的弯路，最大的弯路就是照着别人的方法练。我在这个上面花了十几年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原因？你不管找线下的老师，线上的老师，他都有一个教你的方法，然后我们都是照他的方法去练。可是你一直练，你就发现这不对，这不是我要的声音。对我来讲，我不舒服，这样吹我不舒服。我们慢慢才体会到。那些对我来讲都不是我的，我要去找我自己，根据他们讲的很多的原理原则，去找我自己的方法。我装假牙前跟装假牙后就不一样嘛，那个嘴巴就不一样了嘛。
我的上嘴唇这边有一个小唇，有没有看到上嘴唇？有些人上嘴唇这边有一个小的肉球。那我有这个小肉球，我吹箫跟吹笛子，我的方法就跟没有的就不一样嘛。嘴唇厚的跟嘴唇薄的就不一样嘛。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不能讲浪费啊，可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学别人的方法，而进步有限。所以我才一直跟你们讲，要建立自己的一。你要建立自己的一，你在练的时候要去注意你自己建立出来的一是什么，扎实它，从你的一生出二，或者生出1.1、1.2、1.3、1.4，晓得吗？这才是真的，这对你才有用。这样不懂？学任何东西都一样，你要修行也是一样，你不要照别人的方法，你学不来的，因为根基缘分都不同，身心也不同，环境也不同。这样不懂？啊，晓得吗？就算是职业运动员，他在成为高级以前是学别人的方法，可是你看所有的那种超级的、顶尖的，他都是自己的方法，他都是自己的方法。这样了解吗？这个要记清楚。啊，Tyson 不会去学阿里的方法，阿里也不会去学Tyson 的方法。你就算把我打败了，我也不会去学你的方法。听不懂？啊，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的。所以我很反对。像现在的那个武术比赛的那种东西，那种教法，我是非常反对的。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练成一个样，每一个人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啊，这不对的。我也不喜欢团练啊，我们很少团练，只有1、2次。表示说我们的学生有这么些个学生去一个团练一下，其实团练是很不好的，因为团练讲究的是整齐划一，每个人一样，这不对的，这出发点就错的。我们不是军人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你自己在练的过程当中，这个要记清楚。啊，别人的东西可以听完了，只是别人的经验，别人一个故事，别人的好的经验、好的故事，什么时候能够帮助到你？是当你的境界达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你跟他的故事产生感应了，那个故事他的经验才会帮助到我们。所以不要强拿人家的经验、人家的原则、人家的东西来放到自己的训练上面。啊，好，来，我们练到这个